1985年到1988年，东京商业用地价格涨幅近2倍，中央区地价涨幅近3倍。1989年，日本地价总市值相当于美国地价总市值4倍。1990年，东京都地价市值相当于美国全国总地价。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卖掉东京换美国指日可待，钱太多了，似乎每个人都有花不完的钱。91年，秋天来了，冬天快到了，日本人的梦也该醒了。那一年的北海道格外的冷，东京、大阪这些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下跌近20%，日本全国地价下跌近46%。打扮精致，每天都笑靥如花的日本老太太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好像突然变得不怎么开心了。截至05年，日本地价指数仅相当于91年3月峰值的24%，无数日本中产排着整齐的队伍踏上了天台的台阶，天台上的风似乎也不是那么凉。但是相比看热闹不嫌事大，我其实更想知道日本经济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最后又是谁接了这个盘？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的经济体系其实很健康，健康到你根本不会相信这样的国家会在不久后发生经济危机。这里咱们先立个 flag， 谁是日本地产泡沫的接盘侠？看看到最后能猜对的人有多少。日本可不是拉美啊，虽然2战后被炸了2个大坑，废墟重建靠的也是国际援助，但那一个接一个的手段，着实把美国折腾得不轻啊，一度自暴自弃，上演了一幕反日游行的戏码。1951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虽然屈辱，但是凭借这个条约，日本接到了大量军需订单，重工业开始复苏。1960年，安保条例升级，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远赴美国签订新日美安全条约。为了这件事当时的日本还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左翼运动，岸信介也被迫下台。那场面少则数百万，多则上千万，拉着横幅喊着口号，满大街都是小年轻的革命。但是因为这个条约日美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大量物美价廉的工业品一传又一传的发往全世界。通过这些外汇，日本又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开始搞机床、造车、造芯片，甚至是炼钢。截至1970年，日本以1972亿美元的 GDP 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第2产业以及第3产业就业人口也达到了80.6%，其中光是化学、金属、机械这些重工行业占比就达到了62.3%。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就已经完成了工业现代化。相比1955年，钢铁产能提升近10倍，石油产品提升近19倍，电视机产量提升100倍，排名世界第一啊！小汽车产能提升159倍，排名世界第2。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造船业、化纤、卡车、公交等一系列工业品也相继崭露头角在资本主义世界排名前列，甚至拿下世界第一。全球10大钢铁公司里边，日本占了4家，其中新日本制铁公司排名第1，剩下的日本钢管公司、住友金属公司、川崎制铁公司分别占据第5、第6以及第7位。外汇储备也从65年的21亿美元增长到了71年的184亿美元，财政也不红了，国际竞争力也上去了。这么说吧，从1965年到1970年，美国的出口增长率是8.9%，日本是15.1%。按当时的劳动成本来计算大概就是美国生产1吨钢铁，劳务费用大概需要103美元，而日本只需要17美元，夸张吧？日本从一片废墟到当时这个规模只用了20年，而且是遍地开花，各项领域都有发展，怎么看都像是一场国家版本的卧薪尝胆。接下来才是真正魔幻的时候。70年代2次石油危机，国际油价暴涨，截至1981年，原油价格也从73年的每桶3美元不到涨到了39美元。厚积薄发的日本也到了咸鱼翻身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日本着手研发的高科技产品也开始出露锋芒。凭借着便宜省油的特点，日本汽车制造业再次发力，于1980年顺利挤占欧美汽车市场，拿下世界第一。全球半导体市场的20%，汽车市场的30%，机床市场的50%都是日本的。音响、电视、冰箱这些轻工业产品非但没有拉后腿，甚至有那么点反攻美国的势头呀！美国超市里边铺天盖地都是日本制造，结果就是美国对日本贸易赤字高达500亿美元。而且因为美国产业空心化的原因无数工业区因为竞争力不够而宣布破产，大批工人失业。有数据统计1982年美国失业率最高的时候，平均一周有7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金当然这个或许跟美国那几年的滞胀危机多少有点关系，但是从86年签署的日美半导体协议来看，一边限制日本半导体出口，一边又要扩大美国半导体在日本的市场份额这就足以说明美国对日本的高科技市场竞争力多少是有点慌的。最关键的是，早在半导体协议之前，美国就已经提高对日关税了，而且针对日本展开了反垄断调查。这就是国防体系被卡脖子的弊端，人家想干啥干啥，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没有用贸易逆差太大了，美国又空心化严重，压根就掰不过来。这时候的美国就想到了从金融上动手脚，日本方面只能配合不但主动限制出口，还降低关税，甚至开放金融市场。1985年9月，美日英法德签订广场协议，日元开始升值，这时候的1美元还能换250日元，截止1987年就只能换120日元了，升值幅度超过100%不要觉得这是好事虽然日元升值了，海外投资能力上去了，可日本不是靠金融发家的，实体才是根本。国际上日元升值，其实就变相的说明日本货涨价了举个例子吧，本来1美元可以买到2包纸巾，现在日元升值了，1美元只能买到1包纸巾。
间接就提升了制造成本，所以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日本的出口行业。我看网上一直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是日本的那场经济危机纯粹是自己玩脱了，跟广场协议关系不大。其实压根不是这么回事，有很多问题我们不能单一化的去看待。面对日元升值，国防又被卡了脖子，日本它能像英法的那样阳奉阴违吗？人家有底子有地缘，日本有啥呀？留给日本的也就只剩下了2条路，要么继续压缩成本抵消日元升值，要么进行经济转型，逐渐脱离实体经济。日本本来选择的也是第一条路，想方设法的压低生产成本，要么缩减生产线，要么干脆点直接转移阵地，把工厂开到东南亚去。但是这些地方有国货呀，无论人力、物力还是性价比，除了一些高端制造业多数情况下日货压根不是对手，竞争不过呀。反馈到日本本土就是成本没降低多少，还落得一个产业工业化，失业率大幅度提升。实在没办法的日本这才走上了经济转型的道路，逐渐脱离实体，开始搞起了房地产投机。难不成你还以为日本政府那批人都是傻的吗？早在1970年，日本的城镇化就已经完成了72.2%，已经基本接近尾声了。这时候放弃实体搞房地产投资，除了炒高房价还有啥意义啊？但是他没得选，不这样搞，本土企业没活路，企业没活路，民生就没活路，民生没活路，日本就没活路。这可比美国卡脖子要严重多了。再加上开放的金融市场、广场协议影响下，日元升值明显，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日本的房地产行业。这里要标个重点政策能控制民生，但控制不了民心。看到国际资本在房地产市场玩得风生水起，日本本土那些手握大量资金的中产会怎么想？他们还会愿意继续投资实业吗？所以日本当时唯一的选择就是下场一起玩，虽然能起到的作用有限，而且会进一步加剧泡沫膨胀，但是大家别忘了国际上的日元是升值的。日本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你在我家后院放火，还堵了我的水龙头，那我就去拆你家围墙，把管子接在你家水龙头上。然后大家就看到了1986年，日本政府采取了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5次降低贴现率，大量流动性资金流入市场。1987年开始设立土地交易监视区域制度，紧接着又出台了休养地法，一方面有意通过土地税收抑制土地价格上涨，一方面又有意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房地产行业。乍一看是不是日本人手上的钱更多了？加上那些土地政策，日本房地产供给和需求上的冲突是不是更大了？也就是说会进一步加剧房地产泡沫。但是在这块其实你不能用惯用的思路去考虑，你得反着来。先说货币这块，大家其实不用去考虑这些货币的流向，以当时的情况，流向房地产是肯定的，谁都想赚得更多一点。需要考虑的其实是日本普通公民在经历内部通胀后，手上到底增加了多少货币，加上国际上的日元升值，这些货币在流向国际后能赚多少。再说土地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土地交易都是永久性的，他不想办法限制土地供给数量，让这些优质资产都被国外资本买走了，那他以后找谁说理去？有意引导民间资本流向，其实就是一个幌子，一方面跟外国资本竞争，尽可能保留本土资产，一方面暗度陈仓、偷天换日的幌子。有数据统计1951年到1984年30多年的时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只有714.5亿美元。但是从1985年开始，截止1991年，6年时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3108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累计额的74%。还记得前面说的日本城镇化比率吗？1970年是72.2%，1985年是76.6%。但是在经过一个全民疯狂的泡沫时代以后一直到2000年，这个比率都没能突破80%。那么高的城镇化比率，夸张到能买下美国的土地价格。日本那些投资者都是傻的吗？他们难道看不出来那是泡沫吗？日本炒高房价的目的，我个人的观点是日本故意这么干，只有房价高了，高到离谱，才能最大化的减轻本土优质资产流失速度，同时还能把宽松货币政策流出来的资金挪到海外避险。毕竟美联储加息这招玩了可不止一次了，日本不可能看不出来。1989年开始，美联储真就加息了，大量资本开始逃离日本股市、楼市，但日本房地产的崩塌其实还差得很远，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外国资本走了，日本才开始整顿房地产。因为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是他自己主动挑破的，前脚美联储加息，外国资本逃离，后脚日本就开始改变货币方向，实行货币紧缩，直接就180度大转弯，又是连续5次加息，又是调高利率，硬到不能再硬的硬着陆，连带出台一系列房地产投资总量控制、土地税制大纲、土地基本法等等土地法案比如对土地征税、调高转让所得税等等，这些法案大概率是在为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外国资本抄底的时候准备的。而且从萧条期间，日本强大的工业机器再次运转，国内民生商品供应不断，社会整体相对稳定的情况，以及02年日本 GDP 开始回暖，实现正增长的状态来看，89年美联储加息后，外国资本应该没抄走多少优质资产，也就是整体经济发展因为单一化转型的原因而停滞了甚至有点倒退的迹象，民生需求还是基本能够满足的。简单来说，除了一部分盲目跟风外国资本投资的人可能损失巨大，但对日本民生整体来说，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因为接盘的压根就不是日本民生，而是被日本政府移花接木转嫁到了海外投资身上。说白了，日本人在谁那投资的多，这个盘就是谁接的。
虽然挑拨房地产泡沫确实很痛，到现在都没缓过来，但是结合整体，相信大家不难看出来啊，日本也并非完全没有准备啊，充其量就是弃卒保帅，最起码现在的状态可比当时硬刚实体经济所可能引发的后果要强得多了。我是大木，我们下期再会。